嗨，大家好，我是大头，欢迎来到我的频道。身边的朋友有时会过来问我，想要开始尝试做烘焙，要买哪些东西？觉得烘焙步骤好多，要用到的东西也很多，每种用具有好多选择，买的时候不知道如何挑选。刚好今天这期视频就来聊一聊新手想要开始做烘焙时，哪些是必备的工具，以及在购买的时候我的挑选建议。视频中只介绍每种工具的作用与使用场景，具有什么样的材质、特性、功能会让它更好用，没有任何具体的品牌推荐与测评。我把任何类型的烘焙食谱的制作过程都归纳为称量、混合、塑形与烘烤4个主要的步骤。我会依次介绍在这4个步骤中要用到的工具。首先是称量，食材用量的准确性对做烘焙来说是很重要的，它影响到最终成品的外观、质地和味道等各个方面。烘焙中用到的称量工具分为称量重量的电子秤和称量体积的量杯量勺2类。多数情况下，用重量来指示食材的具体用量会比体积更加准确，尤其是面粉这一类蓬松的食材，体积称量的结果会有非常大的误差。这里我都是盛出来1/4杯的面粉，但第二次比第一次多出大约25%的重量。这也是我的食谱几乎都用重量作为食材用量单位的原因。我非常推荐新手跟着用重量做称量单位的食谱来制作，能保证获得稳定一致的结果。一些厨房电子秤在称量小重量的时候不太灵敏，这时候量勺会比较好用，用来称量少量的比如酵母、香草精、盐这一类的食材。购买的时候，特别精准的电子秤也不是特别必要，一个电子秤搭配一套量勺就完全够用了。量勺我推荐购买不锈钢材质的，更坚固耐用一些。混合这一步需要容器和混合工具的搭配。混合容器也就是常说的搅拌盆，比一般烹饪时候用到的容器要深，在混合食材的时候不容易飞溅出来。我推荐至少购买一大一小2个尺寸，适用于混合不同用量的材料。少分量的材料放到大的搅拌盆中，可能会导致混合不够均匀彻底。材质上，不锈钢的搅拌盆坚固耐用又很轻便，导热性好，在一些需要水域加热的场景里非常好用。玻璃的搅拌盆非常沉，做轻道操作的时候单手举着很累，除了拍视频我平时不怎么用。硅胶刮刀在混合搅拌的过程中使用频率可以说是最高的了。硅胶刮刀的材质和形状设计让它能很好的贴合在搅拌盆的侧壁与底面，刮干净容器内所有的混合物。分体式设计的刮刀非常容易藏污纳垢，顶端比较硬的刮刀在做混合操作的时候与搅拌盆的贴合性不太好，刮刀顶端比较厚，在刮搅拌盆的时候也不是很舒适。所以购买的时候，一体式的硅胶刮刀顶部有一些弹性，刀头比较锋利，中间偏硬一些，用起来更加顺手且便于清洗。打蛋器分为电动和手动2种，我觉得使用场景上的区别就是会不会将很多空气搅拌进入食材里。手动打蛋器搅拌速率比较慢，适合适当搅拌混合一些液体或干粉类材料。材质依然推荐不锈钢，结实耐用，在一些搅拌物比较粘稠的时候也能很好的发力。尺寸上一大一小，能更好的适应不同的食材用量。电动打蛋器搅拌速率快，多用在打发蛋清、黄油这种需要打入空气使得食材膨胀起来的场景。最好购买有不同转速档位的电动打蛋器，中高速用来打发蛋清和淡奶油，低速用来打发黄油和快速搅拌。我也用过不同价位的电动打蛋器，没觉得在搅拌的功能上有任何的区别，但好一点的打蛋器噪音会小非常多。塑形的工具与要做的烘焙的类型有很大关系。做蛋糕用的模具中，使用频率最高的就是6寸圆形的铝制烤模，活动底的用来烤戚风蛋糕或是做慕斯蛋糕方便脱模，固定底的一般是做需要水域烘烤或是含有黄油的蛋糕，像是轻乳酪蛋糕或海绵蛋糕。材质上不要买不粘的模具，不粘模具会让蛋糕在烘烤过程中不能顺利地沿着模具侧边爬升高度，导致烘烤失败。有一点深度的烤盘可以用来烤蛋糕卷，浅一些的适合烤饼干、马卡龙、泡芙这些。大小选择能放进你自己烤箱里的烤盘就好。材质上选择碳钢、铝制的烤盘都可以，跟蛋糕模具一样，也是没必要追求不粘涂层，一般都是要垫上烘焙纸来烘烤任何东西。
饼干的切模除了切饼干，还可以用来做司康，切分泡芙顶部的酥皮。这个在购买的时候注意大小与你要做的东西匹配就好。裱花袋和裱花嘴用途比较广，不仅用来做蛋糕的裱花装饰，还用来挤泡芙面糊、马卡龙、曲奇、装填夹馅等等。裱花嘴的形状各式各样的，根据食谱买需要用到的就好。其中圆形是用途最广泛的形状。裱花袋我非常推荐一次性的裱花袋，用完就丢。还有一些专务专用性质的工具或者模具，比如马芬模具、可露丽的模具等等。很多时候就是决定做什么东西后，再来看需不需要单独购买。最后就是烘烤一定要用到的烤箱。虽然做烘焙也快有10年，前后也用过5-6个烤箱，但我从来没有自己选购过烤箱，都是住的地方有什么就用什么了。类型也都是北美家庭常见的灶台下方的大烤箱，做蛋糕、面包等各种类型的烘焙都没有什么问题，就感觉烤箱这个东西有就行了。但如果现在让我自己挑选一台烤箱的话，我会在意的地方就是容量大、温度稳定以及透明烤箱门3点。容量大就能放进更大的烤盘和模具，而且被烘烤的东西离上下加热管距离比较远，温度更加均匀。温度稳定并不是指没有温差，我看重的是烤箱在正常工作的时候，内部温度是不是在一个比较恒定的温度附近小范围波动。这个温度可以比设定的温度高或者低都没有关系，只要这个波动的幅度不大就行。有温差的话，可以通过调整烤箱的设定温度来获得正确的烤箱内部温度，但是波动幅度太大，烤箱在烘烤的过程中就有比较长的加热时间，对一些温度敏感性的烘焙，比如马卡龙之类的影响就会比较大。透明的烤箱门就是为了方便观察烤箱内部的情况，在制烤上色步骤的时候方便及时调整。至于其他的热风、蒸汽这些功能，只能说是锦上添花，没有这些功能也一样能成功做出各种类型的烘焙。一台电子秤、一个搅拌盆搭配一台电动打蛋器，就已经可以制作像是提拉米苏、意式奶冻这一类免烤箱的甜品食谱。如果再购置一个模具和一台烤箱，烘焙之旅就可以顺利起航了。那今天的视频就是这样，喜欢的话不要忘记点赞、评论并关注我的频道。我是大头，我们下期再见。